身后你什么意思啊？是，我是在严永成婚礼上为难他了，但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就那么爱他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。别再跟我提他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小伟，他帮你替考，是我向学校和公司举报的。可是沈侯，你不能怪我啊！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到了，他没有真心爱过你。而且，就算我不举报，你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。够了没有？举报的事儿，我就不再跟你追究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在这儿待下去，这些话你别再说了，否则的话，我立刻让你滚出公司。还有，我的事儿，你最好别再管。我们现在的关系仅限于上下级，别的想法最好什么都别有。听见了？这个吴倩倩也没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。是啊，来这么些天也没见沈总有多搭理他，就算碰到了也是冷冰冰的，根本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反正咱们跟沈总的态度来，准没错。嗯。你的酸辣粉儿，你的宫保鸡丁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，这怎么有香菜啊？你不知道我对香菜过敏吗？哎呦，你看这宫保鸡丁量又少，这闻着还有股味道，你这怎么点的餐？可你说的就是这些啊！你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找理由呢？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香菜给我吃啊！你装什么好人，吃你的酸辣粉？你看什么看？不满意就辞职。我这就去重新买。那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这沈总啊，可真不得了啊！悟性真高，才上任没多久，新手立马变老手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这分公司办公啊？例会也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。啊，我听说，沈总以前在这儿上过班，对这儿有感情。不会吧？
早。妈呀，这刚几点？时间刚刚好，我带你去看样好东西。啊？走，来。等。来。来，上面电脑。谢谢。给你准备了热牛奶。热牛奶啊？你的呢？你喝就行了。还冷吗？山上的太阳好大啊！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它一样。之后，希望我们都能等到天亮。想想，不是得天亮。妈，这次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好。你三奶奶让我谢谢你，让你有空的时候上贵州去玩，她要好好接待接待你。三奶奶太客气了，下次啊一定登门拜访。她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有时间再说吧。好的。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们俩。那天沈侯那个女朋友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啊？妈，您是更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，还是愿意相信您的女儿跟女婿说的？那个女孩叫吴倩倩，是小陈的大学同学。她嫉妒小陈比她优秀，还害过小陈丢过工作，现在又跑来胡说八道。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？那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要告诉我，我就替他妈好好管教管教他。在家里那么厉害，窝里横是吧？现在在外头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也不敢吱声了。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，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现在不是有我吗？不会再让小陈受欺负了。给你爸烧蚊香，少带着球的。谢谢妈。谢我干什么？给孩子求的。哎呀，收起来，放在钱包里头，平平安安。每天都带在身上。谢谢妈妈。来，妈。哎，
我怕您跟我和小陈在一起住不惯，所以就租了一间公寓给您。我跟小陈就住楼上，楼上楼下很方便的。哦，哎，进来随便看看吧，这边风景特别好。你看那边就是外滩。好漂亮啊！陈先生回来啦！丁姐，哎，爸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丁姐，她也是我们老乡，不仅会说家乡话，还会做家乡菜。我从美国回来，都是丁姐照顾我起居的。严太太您好，陈先生说了，我比您小2岁，您叫我小丁就行了。谢谢啊，你太客气了，让他照顾你们俩吧，我自己照顾自己就行。我在上海也不大过得惯，等他生完孩子，我就回去了。妈，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嘛。妈，以后归以后嘛，至少这几个月，让丁姐多关照关照。哎，平时我跟小陈都要上班，总得有个人陪您说说话，带您出去逛逛吧。而且我听小陈说，您以前唱戏唱得特别好听，丁姐刚好是个老牌戏迷，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对，您呀以后多教教我啊。严太太，来，我带您看看您自己的房间。我叫刘清芳，你别叫我太太，我紧张。那我就叫您芳姐，啊，芳姐来，我带您看看您的房间，我都打扫好了，床单都是新的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，咱们可以到楼下超市去买，特别方便。您再看看这边，这边是卫生间，还能泡澡。放心吧，别担心了，妈呀，住习惯了就不会总想着回去了。让你烦心了，但是房租和丁姐的费用我来出。不用，丁姐不单只负责这里，楼上也要负责的。那费用就咱俩1人1半吧。我说动你事。丁姐，哎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，哎呀，您快去吧，不用您帮。柚子醋。哎，您没事吧？这醋味太骚了。来，快喝点水。没事吧？哎呀，程太太，您就好好等着去吃吧啊！你别在这儿了，这儿油烟味太大，快去吧。哎呦，啊，那就麻烦您了啊！您就别客气了，您快去吧啊！好，来。程先生，吃饭啦。程先生，程太太，咱们小区啊有个老年活动中心。我听说啊，有一群票友天天聚在一块儿听戏、学戏、唱戏。我想着呀，明天带着芳姐一起去报个名，你们看可以吗？好啊，这样妈还能多交一些朋友，平时就更不寂寞了。哎，那你们就先吃，我去给芳姐送点馄饨去啊。丁姐，你们回头去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还有就是麻烦您提醒我妈得按时吃药。陈太太，我看着芳姐精神状态挺好的，不像有病啊。那个药能随便吃吗？她是原来生过病。现在吃药就是为了巩固和预防，反正您就提醒他当保健品吃，好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放心吧啊，辛苦您。那我下去了啊。哎，其实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
社区活动很安全的，而且还有丁姐照看着妈呢，至少是好的开始。谢谢你。芳姐。哟，这蓝牙弄明白了？还行，挺简单的。那是芳姐您聪明。快来尝尝我的手艺，馄饨。好嘞。哟，个儿够大的。来喽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你去哪个班？去，一块儿吃。哎呀，别一块吃，快去呀，快！好。哎呀，你们母女俩都太客气了。刚才在楼上，程太太也非要帮我的忙，但是她闻不了厨房的油烟味儿。我来。没事，我来加点汤。我看着她呀，又吐了。哎呦，我看着人家别的孕妇，人家都长肉，就是这程太太，眼见着往下掉分量。从小就不好好吃饭，你给她多煲个汤喝，给她补补。啊，对，孕妇喝汤啊，这宝宝也能增加营养。怎么样？荠菜馅的，好吃。这配上茶叶蛋，就更好了。明儿我做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。好吃。好吃就行。芳姐，您干嘛不上楼跟他们一块儿吃啊？这天都冷了，我把馄饨端下来，都凉了，老吃凉的也不好啊。新婚小两口，他们自己过去吧，各过各的，自在。那倒也是。芳姐就在这一层，来。姑娘，我们想报名戏曲队，请问要交费吗？只需要交20元报名费就可以了。还要交钱呀？我没带钱呢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带着呢，芳姐，不行，我带着呢。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下回吧，我下回来再交。我们这里也可以刷卡或支付宝支付的。是什么宝？芳姐，支付宝就是手机里面的一款软件，啊，你看有了它呀，就对着这个一扫码，随时就能交费，特别方便。我也是我女儿教给我用的。我好像有印象，可是手机忘了拿。哎呀，我就交了，芳姐，你别客气了。芳姐，来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他们天天在这插花。看这边。画得好好啊！他们每年啊都举办书画展。老先生字写得好，你也可以来呀。他们字写得真好。这小船怎他那一声，我见了他家欣喜，别了他长花心。看这些花
呦，13，真是！哎呀，这就叫唱得好啊！你怎么没觉得呀？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这两个就是刚才混进来的土包子呀！哎，你觉得我唱的不够好是吧？没问题啊，你上去唱，你上去唱呀！上就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芳姐原来在剧团里面那是正旦主演，知道吗？还能怕你不成？帮我扯出来干什么呀？你别芳姐，给他们亮一嗓子。我都20多年没有唱戏了，你别不熟啊，20多年没唱戏，那你也是专业的，你肯定比他们强。呦！好了，别什么正旦什么的，我跟你说，吹牛谁都会的，有本事上去唱几声，来，你们说对吧？上就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吹牛啊！好，来，大家掌声！来吧。谢谢啊，来跟那个赵罗跑，唱4句哈。原来芳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上楼做饭去了啊。小陈这2天反应大吗？反应挺大的，尤其这2天都不怎么吃东西了。会不会你做饭的口味他不合适啊？今天我做吧，你帮我备几个菜去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您做。哎，这个酱油要放一点啊，上色哈。对，哎，他们家这个漏勺在哪里啊？那边，芳姐，那边哪儿啊？那边那抽屉里。东西就找不着。哎，妈，回来了。咱们在做什么呀？炒几个小炒，卤个茶鸡蛋。妈，你今天亲自下厨啊？芳姐这不是看您孕吐的厉害，所以亲自下厨给您做点好吃的。程先生、程太太，你们可不知道，
芳姐今天在小区里那是出了大名了，一曲《皂罗袍》唱的那叫一个好听，哎呦，迷倒一大片呢。你们快去休息会儿吧，啊，累了。走。让他再煮一会儿啊。哎，我来，芳姐，不要紧，我来，给我吧。好。程太太，来，快坐。你看啊，这都是芳姐亲手做的。她说这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。新卤的茶叶蛋。哟，妈，这番茄炒蛋淡了。我觉得刚好啊。我再去给你炒。不用，淡点好，淡点对宝宝。有点吃啊。哦。你慢点吃吧，你要喜欢吃，我明天再给你做。我好久没吃你肉做的饭。味道还好吗？特别好吃。丁姐，还有米饭吗？你再给我来一碗。啊，有，马上来了啊。茶蛋。来，太好了，多吃点儿。谢谢。你再来一个吧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小娟，我明天可能要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没时间陪你去产检了。妈，要不明天您陪小陈去一趟？芳姐，明天戏曲队不用排练，咱不用去。我陪你去。哦，行，那我陪他去。好，这个。多吃点。这还有一碗呢啊！我妈炒的番茄炒鸡蛋可比别人炒的不一样。是吧，妈妈？陈总，北京的客户出了点问题，可能要您亲自出马了。好。活该。哎呦，小沈总啊，还在忙工作啊？妈，童装荧光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只要德国的订单想到解决办法，咱们的股价就不会跌，所以市场对我们还是认可的。在家里，别老拿我当董事长，我是你妈啊！你看看，你已经加班1个多星期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要学会劳逸结合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！坐，妈，吃点水果。这是。我这次必须成功，我必须得让他们知道，你儿子我是可以的。太想你了。别说。喂，德国工厂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好了，今天小沈总不办公，劳逸结合。对，你妈妈说的没错，人又不是铁打的，总得需要放松休息吧。再说了，咱们一家3口好久没在一起聚一聚了，这样。咱们出去走走，溜达溜达。哎，我听他们讲啊，滨江公园刚刚修缮好，哎呀，老漂亮嘞！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好吧？好啊。哎，我们走累了以后呢，还可以找一家好一点的餐厅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。哎，好，儿子啊，铁公鸡请客啊，妈妈买单。妈，我现在还没忙完，要不你们先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好不容易我们一家3口凑在一起，走了，听妈妈的啊。水果还没有吃呢，来这口。妈，我来。你爸拿去。哎，我拿着，来，我拿着。
怎么想着来这边转呀？这离家那么远。电视新闻里说这个地方刚建好，绿化也好，就想带你出来溜溜弯儿，吸吸氧，多走走，对孩子不也挺好的吗？今天什么都挺好，就是天气有点热，这儿也没有卖水的，真是。妈，我知道那儿有家，我去买。好的，别跑太远啊。慢点跑。哎，老沈，你看这儿美吧？美。姐妹没说错。没错。当年怀你的时候，你爸就总是带着我上河边小凉亭去散步。一转眼，你都当妈了，哎。哎，那个像是严小晨吗？旁边应该是他妈妈。咱们绕着走啊？干什么啊？你绕哪儿去啊？绕到水里去啊？早晚得见面，走。啊，哎呦，是严小晨吧？好久没见，你们过得好吗？这是你母亲吧？干什么呀？一副没家教的样子。是，我是他妈妈。您二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沈侯的父母。沈侯的父母啊？啊，您家儿子到我们家小陈婚礼上去闹事，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年轻人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，可是到人婚礼上去闹事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小陈的妈妈。我想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肯定这之间他们有什么误会。我们做父母的不太参与孩子的事情啊。是啊，我们没有管教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沈侯这孩子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他。看您二位也是体面人，但是他那个女朋友不行，太厉害了。哎呦妈，干什么呀你？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也不好多说。现在，我家闺女已经结婚了，咱都各自安好吧，啊？小陈，对不起啊。人家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大度一些好不好？妈，哎。喝水。那个，我们回去吧，这儿太热了。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对不住小陈在先，我没给你找麻烦就不错了。方姨，您说我对不起他，可是明明就……哎呀，您别拦着他，让他说吧，当着大伙儿说清楚也好。小陈的妈妈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孩子之间的误会，我想只有他们自己能说清楚。也得由他们自己来解决，是吧？啊，是。妈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走了，遛弯去。再见。哎。放轻松，遛弯去。走吧。我说沈侯啊，你不用垂头丧气的啊，人家已经成家了，这一篇该翻过去了。是啊，我们就让他翻篇吧。刚才我们都见了面了啊，你看小陈结婚以后还胖了不少，我觉得。那哪里是胖啊？我看她那个样子啊，像是怀孕了。不过，她才结婚1个月吧？对呀。就怀孕了。完了，未婚先孕子。哎呀，现在奉子成婚的年轻人太多。已经4个月了。不可能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的孩子。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当初也狠不下心来跟他了断。你怎么想他不是你的孩子？4个月以前，你们2个是在一起的呀？对呀。
杨晓晨亲口承认。总之，杨晓晨不可能，明明是我的孩子，他非说是程志远的孩子，他图什么呢？就算严小晨肯，那程志远也不会答应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好吧，你自己溜达回去吧。我去酒吧约了朋友。你不跟我们吃晚饭了？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许喝酒啊！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哎。这孩子真是的。不对，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4个月以前，严小晨跟沈侯在一起的。对呀。严小晨那个女孩子，她不会乱来的。没错，对吧？还有，程志远找我第一次说话的时候，他提到说希望我祝福2个孩子啊，希望我同意严小晨和沈侯好。如果那时候他就跟严小晨有什么关系，他不可能讲这种话吧？是吧？不行，这事儿得搞清楚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医院认识的人多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他在哪里做检查啊！哎呀，搞清楚，这可不是个小事情。走，那咱们不吃饭了啊？行。喂，是不是贝彤男朋友？你谁啊？我谢晓峰。你怎么有我电话的？这个你先别管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相信魏彤那个骗子了。还有，上次酒店那个事情，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别看他表面纯洁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心机的很。不是，哎，我说行啊，你这人渣，之前勾引我媳妇儿，勾引不成，现在反过来说她坏话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，别让我逮着你，听见没有？看什么呀？啊？等很久了吗？没有。走，咱进去吧。做什么呀？老规矩。好嘞，领单。你要什么呀？跟他一样。可是只有1杯了呀。我要。幼稚！你说谁幼稚呢？沈侯，你笑个屁！你笑！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2个都挺幼稚的。我告诉你，沈侯，你幼稚，你最幼稚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幼稚。我承认。那天我不该推你，也不应该把你关在门外不理你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再重新站起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魏彤，你最近跟杨晓晨有联系吗？我想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好吧，嫁了一个成熟、稳重、好男人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你真够蠢的。
医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熬夜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子里面想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需要不需要一个忠实的倾听者？我今天和我妈遇见沈侯了。他怎么样啊？他还在怪我。交给时间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妈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妈确实比以前好很多，情绪也稳定了，也没有再犯病。女儿的幸福啊，就是妈妈的解药。你妈还是最在意你的。是啊，其实想想我妈，她这一辈子真的挺坎坷的。每一次刚刚要好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她年轻的时候唱戏，那会儿是台柱子，真的是风光无限啊。后来因为受伤，她告别了舞台，就嫁给了我爸。本来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的，谁知道后来我爸又发生了那样的事儿。只希望他以后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吧。你只要幸福快乐，你妈妈也会幸福的。好了，你要睡觉了，孩子也需要早点休息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沈豪，这瓶酒我请你喝，替严小晨谢谢你。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水？你问问你自己啊。你抢我酒干嘛？我喝了就是我的。刚才都说了，是你媳妇儿请我喝的。怎么喝？往死喝！来，干了。有有。还是那句话，有气。我们现在应该把重点目标放在早期教育投资上面。你们看啊，赛迪顾问最新的数据表明，今年的 IT 培训和教育市场销售额已经突破40亿元人民币。所以，婴幼儿的有个姓侯的女士找你，告诉她现在忙，没空。来，婴幼儿的教育已经是家长还有社会的重点关注点。不好意思啊，侯女士，小陈现在可能有点忙，您看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要不给您来杯咖啡？不用了，我在这儿等他。严小晨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等你这么久了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侯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沈侯知道吗？沈侯不知道。
我也只是猜测，因为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。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，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往。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，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。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，对吗？我刚才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任小晨，我只想说，你能换一种活法吗？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，也不要让沈侯活得这么痛苦，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活得这么痛苦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是沈家的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你说吧，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们？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来祈求你的原谅。这孩子是我自己的，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这叫掩耳盗铃，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？他明明就是沈侯的孩子。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恨我，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请问侯座，您还记得我爸爸吗？那个当年为了我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，您当年在做什么？您动一动手指，打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求告无门，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。不要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我无意之举啊。再说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逝去的人起死回生，可是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的人，未出世的人，让他好好的活着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叫你一声奶奶的话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。他姓严，不姓沈。听见你的车回来了，却没看到人，到处找你。老沈啊，原以为我们自己造的孽，我们自己来偿还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，该认的错，该低的头，我都做了。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你别喝了。严小晨跟我讲，他的孩子将来生出来之后，不姓沈，姓严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应该听医生的啊，这段时间睡不好，就是心太重了。怎么可能跟咱们没关系呢？他是沈家的骨肉后代啊！我这辈子啊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再难的事情我都能想出个方法把它解决了。可这回还是我平生头一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，严小晨说，就当这个孩子不存在。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，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公平吗？啊，对我们的沈侯公平吗？我们相信程志远一定是个好人，将来孩子出生之后，他也许会视为己出的。可他毕竟是继父啊，那能跟生身父亲比吗？如果我们用各种办法把这个孩子争回来，那对他们母女两个，不是就是第二次的伤害啊？
哎呦，月珍，这个孩子可以跟我们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跟沈后没关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沈后，因为孩子是小陈和沈后2个人的，不管怎么做，都应该由他们2个人一起决定。不行不行，没有想出万全之策之前，我们坚决不能够让孩子知道。哎，沈侯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是无辜的，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这种痛苦啊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。那严小晨呢？他做错了什么？小陈和沈后是同龄，你不能光想着儿子痛苦，那他不痛苦啊？月珍，小陈真的很无辜，不能让他承受这一切。沈后是男人，他应该长大了，我们不能再瞒他了。可你把事情告诉沈后有意义吗？他能够做什么？除了跟我们一样的痛苦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可沈后现在带着记恨过的，比内疚更痛苦啊！他现在什么样你不清楚吗？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满身的戾气。小陈故意不告诉沈后孩子是他的，看上去只是一段情感以背叛结束，但其实是毁了沈后内心最美好的一切。老沈，儿子老开玩笑说你跟我不般配，可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为什么能跟你走一辈子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你总能帮我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对，我们应该学会站在儿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，而且孩子是他的，他有知情权啊。我们应该把一切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，也许他会痛苦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一切的错都在我们，要罚要恨，也都是恨我们。整个事情跟严小晨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自己种下的苦果，我一个人吞下去。这话不是这样说的。沈侯现在已经是父亲了，有些事情他必须去面对。我敢肯定，沈侯宁愿面对痛苦，也不愿意被我们当傻子一样保护。再说，这哪是保护啊，简直就是欺骗。有一天他知道了，他会恨我们的。他现在知道了，他就不会恨我们吗？他会恨我们吗？啊？月珍啊，他知道了以后，也许会，甚至会对我们很失望。但我想，他迟早会理解，我们只是一对望子成龙的自私父母，但不是杀人犯。月珍啊，小陈对我们只有恨，但他对我们儿子就不一样了，他爱沈侯。这个就是你们花了1个星期做出来的方案吗？公司花那么多钱，请你们来干嘛的？谁手机？
啊？沈总，好像是您的手机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重新改稿，3天时间。喂，妈，我在开会。沈侯，我回家一趟。爸，我在开会。回来。是不是我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妈妈没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沈侯啊，你有孩子了，小陈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程志远的。妈，你们从哪儿听说的？如果那是我的孩子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得有多恨我？他恨的不是你，是我们，是我。孩子啊，这事儿得从你高考的时候说起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就偶尔会小腹有点坠胀，痛吗？还好。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孩子胎心都很正常，放心吧。来，擦一下。我自己来了吗？哎，程先生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孩子啊，沈侯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人。和业主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你给业主打个电话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你自己出去行吗？行，你们赶紧去排练吧，我自己就溜达溜达啊。那你有事打电话啊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嘞，走了。慢点啊，宁姐。哎，好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走，打电话啊。好嘞。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一部手机。哦，哪个是最这新的？些都是新品，您可以随便看一下。都是啊。对。这个我要了。啊，好的，先生，我们这款手机还有银色，正好配成情侣手机，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。好，这个我也要了。
笑笑，你别走，笑笑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不想见你。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想多了。笑笑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都知道了？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告诉我。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。笑笑，对不起。你既然全部都知道了，现在再说对不起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这个对不起，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，还有那一段微信，和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。对不起。你现在愿意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我紧张，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。你也知道，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太厌恶我自己了，我怀疑我自己。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，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，所以我别说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？笑笑。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依然无比的坚信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和你还有孩子在一起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。沈侯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，我妈是会疯掉的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，我妈现在非常平静。我明白，我承认，程志远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。但是笑笑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爱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？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笑笑，笑笑，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，你叫我什么都行，就是别叫笑笑，这是我爸给我取的名字。